记录肖战，记录和他相关的一切，颇为神奇，却情理之中。之所以如此，答案也比较简单，经历了千百苦楚之后，才明白怎么做才能不苦了，也更明白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所以这也是无数肖战粉丝不愿意去思虑追寻此类东西的缘由。不是说好奇心那一套人之常情不管用了，而是说相比之下，我们有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值得去守护。如此轻描淡写的描述，你可以说这是专业，不愿抢镜。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许多肖战粉丝见到事关肖战的幕后消息，也就只能在一些直播或宣传片花絮之中了。就比如说这一次见到肖战谈及拍戏幕后，就是在 NARS 的这场直播活动中。其实在谈到这则幕后细节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十分明显地感受到滴水不漏，那不是为了藏着掖着，而是不愿意将过多不必要、不涉及主题的信息牵扯进来。既然是品牌方的直播，自然别生发其他一些方面的事情，这是专业度的表现。所以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也仅仅是提及到了化妆师，谈到了和品牌相关的小白板。说起来，我们也大体了解，在正常拍戏的情况下，演员都要进行必要的化妆，演员外观呈现如何，除了自身的长相和状态之外，剩下的部分化妆师和化妆品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因此一部戏的拍摄就有所谓的服道化的说法了。而针对这3个字的解释，分别就是服装、道具、化妆，写在结尾。而根据肖战的分享，我们也是知道，在拍戏等场合，肖战便是用的这个小白板，而他的化妆师也就是在他的脸上用它扫一扫。如此轻描淡写的描述，你可以说这是专业，不愿抢镜，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肖战天然去雕饰的俊朗面容，完全没必要再做过多的装点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更认同这最后一点。